大家好，我是博胜。那今天呢，就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小寒节气的一些内容。小寒节气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23个节气了，那也是倒数第2个节气。那关于小寒节气这个名字的由来啊，在这个《月令72候集解》当中呢有这样的描述，那说的就是呢，12月节，月初寒尚小，故云月半则大矣。那意思就是说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寒气还非常的弱，那到了月半的时候呢，就开始逐渐寒冷起来了。冬至节气过后的15天呢，也就是小寒节气了。那小寒节气呢，开始的就是在这个29的第6天前后。那又因为这个49的第2天前后呢，是这个大寒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整个小寒节气啊，把这个3、9、10节全部占据完了。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数9歌嘛，3、9是最寒冷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有这个冷在3、9的这个说法。也就是说，小寒呢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北方地区啊，有这样一个流传的说法，就是小寒胜大寒，常见不稀寒的这个说法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小寒呢比大寒这个天气还要冷，但是呢，在南方地区呢是大寒比小寒更冷。小寒节气也有3个物候现象，那小寒1候是指的这个雁北乡，2候是指的雀始巢，3候指的是这个雉始构。那雁北乡其实就是指的大雁往北飞嘛。那其实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虽然是比较寒冷的时候哈，但是呢，由于呢这个生物嘛，它能够感应到这个阳气生发，那为来年这个春回大地啊，为未来的繁衍呢做这个提前的准备。那第2候、第3候呢，其实是同样的道理。这个雀始巢呢，就是指这种喜鹊一类的这种鸟类啊，开始筑巢，也是为未来的这个繁衍呢做准备。那第3候呢，其实就是个雉始构嘛。那雉就是指的野鸡，那构是指的这个鸣叫的意思。那意思也就是说，这类动物呢，也是感应到这个阳气生发发出的一些生物上的一些反应。小寒节气有哪些风俗习惯呢？说的是在这个南方地区啊，在小寒这一天早上呢，是要吃这个糯米饭的。不是这个简简单单的糯米饭，而是要在这个糯米饭里边呢加上这种辣味，那以此呢增加这个糯米饭的这个香味的层次感。同时呢，分享一下和小寒节气对应的72候花信风。那这个小寒1候呢是枇杷，小寒2候是榛，小寒3候是紫玉兰。以上呢就是我关于小寒节气知道内容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。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和小寒节气有关的一些内容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